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开启一个新的系列，就是怎样去学习和阅读。那这也是咱们频道很多网友都关心的问题。经常收到一些网友的私信，就问我 Anthony， 你是怎么学习和阅读的？为什么知识面这么广？你是学什么专业的？那在这个系列，我会聊一聊我所认为的高效学习的理念，我们也会批评那些糟糕的学习观。关于这个话题，社会上有各种教人如何学习的文章、视频、书籍，但我认为我和绝大部分作者的理念都不同。不论你是一个自学者，还是希望培养你的孩子，相信看完这期视频，你会对学习有全新的看法和认知。看过以前节目的朋友应该记得，在7月7日的这期讲吃苦的视频里，我们批评了中国社会主流的学习观念，那就是吃苦。当时我们说，中国人向来有重视教育和学习的传统，但这种传统总是将承受或忍耐生理或精神上的巨大痛苦视为学习能力的关键。中国有很多谚语、诗句都在强调这一点，比如学海无涯苦作舟，不经一番刻骨寒，怎得梅花扑鼻香，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等等。通过对苏秦、匡衡等名人的分析，我们就说到，这种以吃苦为主的学习观念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盛行，其实是一个没得选的选择。当事人都是出于某种匮乏动机才刻苦读书的，比如强烈的耻辱感或者生理上的匮乏，因此这种学习也完全是功利性和工具性的。而且他们的学习方法也主要以死记硬背、被动接受为主，思辨、推理和反思的成分是很低的。那么这就隐藏着我的一个假设，在理想的学习状态下，人应该是感到快乐的，并且这种快乐主要是纯粹的、自足的。这里说的纯粹、自足，指的是个体的学习是自我驱动、自我满足的，它首先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比如对宇宙和自然、人类社会和精神内心世界的求知欲、好奇心。因此，他对自己学习效果的评价，首先取决于自身心智的拓展程度，而不是外部的评价标准。理想的学习动机，首先不应该是出于满足生存需要，比如谋生赚钱，也不应该是为了迎合他人的意志和期待。这里要区分被动的迎合与平等的承认，获得他人的反馈、欣赏和接纳，对学习过程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是平等的关系，不是被动的迎合。当然了，人不可能完全活在理想世界，人在现实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压力和外界的干扰，而且很多人的学习能力其实已经预先被糟糕的教育给破坏掉了。然而，意识到理想状态，并且尽可能地追求这种理想，仍然是有意义的。不过，那期视频并没有系统的论证为什么学习可以是自发的、快乐的。这种理想的学习在现实中是否有可行性，以及如何操作，那这就是我们这个系列所要探讨的。首先，我们说学习的本质其实就是神经的连结。人的神经系统主要可以分为2个部分，中枢神经系统 Central Nervous System 以及外周神经系统 Peripheral Nervous System。中枢神经系统是身体的决策者，包括脑和脊髓2部分，它具有高度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蕴藏着人最宝贵的潜能，也就是学习内驱力。人的大脑天然就渴望接受新的信息、知识，并且能够通过释放多巴胺来激励和强化学习，这就是学习内驱力的生物学基础。例如，幼儿会本能地摸索周围的物体，会尝试用自己的手指、嘴巴或身体来感知这个世界，他们的感觉皮层和运动皮层被激活，神经网络不断重组，形成新的学习和记忆路径，最终构成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框架。这是一个充满自发性的奇妙过程，通过触摸、尝试和观察。幼儿的大脑在不断整合不同感官信息，他们的大脑会通过多巴胺的释放来奖赏这种自发的探索。因此，在没有干扰且具备丰富元素的环境下，幼儿可以一玩玩一整天，他们并不需要外界的奖励和评价，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这种自主的探索和学习是根植在人性之中的。在理想的状态下，这可以构成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也就是个体通过学习和探索获得了快乐和成就感，
而这种学习又使神经回路更加高效，降低了认知负担，使接下来的学习更轻松愉快。最终这种兴趣拓展和迁移到更广的领域，成为一个人终生学习的动力。因此，从根本上说，每个人的本性都是热爱学习和探索的。学习内驱力的正反馈机制可以类比为物理学中的链式反应。在链式反应中，每次核裂变都会释放更多的中子，引发下一轮裂变反应。链式反应需要持续的燃料来维持反应。同样，学习内驱力需要源源不断的新鲜信息和丰富素材，让大脑保持活跃和兴奋。这可以说是一个人最珍贵和最伟大的心智能力。很多人会觉得人的本性就是懒惰的，需要鞭打、推动才能去主动学习，才能走出舒适区和信息茧房。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大多数人对学习的定义太狭隘了，认为只有做符合大众认为是学习的事情才算学习，比如必须要在12点前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才叫学习。抱着这种观念，当然会认为人的本性就是懒惰的。然而，如果我们纯粹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看待，就会意识到人其实一直都在产生着兴趣和好奇心，在积极的感知和学习的，只是他最感兴趣的方面可能在你看来是不务正业的、不正式的、无意义的，但你仍然无法否认他仍然是在学习的。这需要教育者首先有这样一种预先相信他人的信念，你只有带着这种信念，才能发现他人的潜力。那这里多说一句，当我们说到人本身就是有潜能的，是不需要被鞭策，有人可能就会说了，你能不能像证明数学题那样证明给我看？如果你不能证明，我就不能相信。我只能说，这种涉及到人性和精神的命题，是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仅靠外部观察和逻辑推理就能确定的，它涉及到个人的主观体验。人是在行动中定义自己的，你只有预先相信并主动付出实践，才能确认这一点。信念并不需要在现实中获得完全的确认才能具有真理性，因为信念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且是能创造现实的现实。当然，这个话题说远了，继续说回我们的主题。虽然我们说每个人都天然的有这种学习的自驱力，但在成长过程中，又有太多的因素导致这种学习内驱力被抑制和破坏。首先，学习内驱力的成长发育高度依赖一个丰富的环境。如果人长期在一个无聊的、缺乏丰富刺激的环境，这种探索欲就容易熄灭掉。中国的学校和家庭常常抑制这种自发的活力，并将忍受无聊的能力说成是孩子很懂事、听话、坐得住、很专心。正如我们在6月7日的这期视频里说到的，在一般的中国家庭里，家长往往喜欢那些安安静静、规规矩矩的孩子，并且称赞他们很成熟稳重，小小年纪就像一个大人。比如很多中国孩子在家里喜欢歪着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时家长就会过来要求他们保持端正的坐姿，说一个人应该坐有坐相。以前在商场里，我看到一个孩子在很兴奋地摆弄一套精致的玩具，结果母亲过来不断地提醒他，不应该这样玩，应该那样玩。最后母亲直接蹲下来，把玩具拿在手里，亲自示范给孩子看，然后孩子就完全沉默了，之前那种兴奋的神情也彻底消失了。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是很宝贵的，长期得不到反馈也是会熄灭的。这种人生早期的长期约束和规训，使得很多中国人显现出一种少年老成的气质。更为重要的是，学习内驱力的发生需要在无压力的状态下。然而，大多数人对学习的理解局限于怎样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规定的任务，这种任务强化的能力恰恰和真正的学习内驱力是背道而驰的。比如拖延到 deadline 前一刻才完成作业，甚至整夜不睡觉来准备考试，这些学习任务都是以内容明确的短期目标为导向的，它所强化的恰恰是短期记忆和对短期内巨大回报的渴求，但它恰恰破坏了长期稳定和自主的学习内驱力。在学习压力下，人的短期记忆会增强，然而这种记忆很容易在完成任务后被迅速遗忘，因为缺乏情景关联和多次强化。比如，考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外部反馈，恰恰破坏了个体构建内在反馈的机制，学生们习得了一种在压力下的冲刺式学习模式，
这种学习模式主要激活的是大脑的任务正网络 Task Positive Network， 也就是 TPN。TPN 会调动人的注意力，使其专注在外部刺激和特定目标上，方便个体快速和高效地解决外部任务。然而 TPN 关注的是外部问题，在涉及到长远的内在成长和智慧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是预设模式网络 Default Mode Network， 也就是 DMN。 然而 DMN 恰恰需要在无压力的情况下才能被激活。在放松状态下， DMN 更容易使人进行自发的思考和创造性的联想，更倾向于关注内在体验，比如自我意识、对自我心理状态的内省、整合记忆和经验等等。这些活动是 DMN 的核心功能，也就是在没有明确任务时会进行飘忽不定的自由联想，将看似无关的信息整合、联系起来，生成新的想法和概念。这看起来不能产出及时的成果，但它涉及了更加高级的思维方式。我想，这其实也是对亚里士多德那句名言闲暇出智慧的一个实证主义的证据，也可以佐证为什么那些被匮乏和恐惧推动的人往往缺乏成熟的自我意识。因此，在我看来，学习的关键可以概括为野蛮生长。野蛮的意思就是打破一切束缚，只为自己的满足。所有的学习条件、学习资源、学习环境都要以是否有利于野蛮生长为标准。只要个体能够不断地产生自发的兴趣、好奇和探索欲，就是最好的。反过来说，一切抑制、打断、阻碍人的自发兴趣不断拓展的因素，都是需要被改善的。比如我们知道，人对于新鲜、丰富的刺激天然有好感，厌倦贫乏、无聊。然而，如果人长期待在无聊、单调、封闭的环境里，反而可能因为习得性无助而逐渐习惯了无聊，甚至变得害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很多中国的高中生在进入大学后，虽然没有了高中的那种硬性的束缚，但他们会自己重复高中的生活，无反思地去做题、卷绩点。他们认为，虽然自己不知道自己真正想做什么，但是在迷茫的时候去卷绩点，总比不卷并且落后于人要好。这看起来的确是一个理性的策略，但同时也是短视的。在被恐惧裹挟下，当事人做出短期的理性选择，从长远来看，恰恰是非常不理性的。在这种教育体制下，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探索自己兴趣的动力和耐心，甚至害怕开放和自由，向往回到那个自我被完全规定和束缚的体制内。这的确是很可惜的事情。因此，这就需要教育者保持一种高度灵活和动态的学习理念，不断地从学习者心智的视角出发，去调整自己对学习的定义和理解，而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主流学习观念的挑战和质疑。很多人可能会说了，我希望让孩子能学习一些更高级、更深刻的知识，然而孩子喜欢研究的东西非常无聊、琐碎、简单，虽然是自发性的，但这样的自发性也是值得尊重的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没有自发性的学习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知道，任何信息其实都具有巨大的可挖掘和可解释的深度，关键不在于这种信息本身是否有深度，而在于这种挖掘和联系的能力。哪怕是一个最普通的事物，在思想深刻的人看来，也可以诠释出非常有深意的内涵。比如，儿童在观察蚂蚁的爬行时，就可能联想到人类的社会组织和分工协作等等。当然，儿童也可能只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他暂时很难表达出来。这种感觉是高度个人化的，是外界无法去赋予明确的意义的。但是在未来的某一天，这种模糊的感觉就会启发了他的某个深刻的思想。有过这种长期思考和内省的朋友肯定能理解我的意思。我们说，情感和理性其实是相通的，没有丰富细腻情感的人，理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也必然是受阻的。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在阅读复杂抽象的理论时，也能唤起很强烈的兴奋感？就是因为他之前就积累了大量发达、细腻和丰富的模糊感觉，当这种感觉丰富到一定程度后，他才能够在了解复杂抽象的理论时，进入一种深度共鸣的感觉。他会感到这个理论能够和他很多先前的模糊感觉碰撞，然后他就能牢牢地记住这个理论，这种思想的碰撞。
恰恰是离不开当事人长期积累的丰富的感觉的。因此，深刻性并不在于知识是否高级，而在于个体的联想和洞察能力。然而，这种洞察和联想本质上是不可控的，也是不能被当作一种策略、技巧和工具的。比如某个网友说，看完 Anthony 今天的视频，意识到自由学习是很好的办法，然后就告诉自己，从今天起，我每天都要自由地产生一个深刻的想法。这就不叫自由了。自由的本质就是不可预测、不可预先计划、规划的，也不依赖任何既定标准的。你只能尽可能地为自己创造自由的条件，然后信任自己。自由联想的意义是高度个人化的，也许你所产生的自由联想不符合任何既定的意义，然而你越是无条件地相信自己的想法有意义，不给自己设任何目标，那么最终这种自由联想的能力才能发挥得越好。我们上面提到了对自由学习理念的质疑，其实还有很多可质疑的角度。下期视频我会结合我的经历继续讨论这个话题。本期视频的主要参考文献已经贴在这张图片里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那最后再强调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很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